做美国的盟友致命，不怪欧洲在身后泄气。欧洲危机重重，英法德将迎来一个艰难的春天。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声 Talk。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想必能够清楚感受到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中国稳步发展，让美国产生了莫名其妙的焦虑，担心中国会替代美国坐上霸主位置。而俄罗斯的强大更是让美国这种焦虑感越来越强。为了全面遏制中俄，美国是使出了各种招式。不过，精于算计的美国可不会孤身走暗巷，拉拢盟友是美国早已熟练运用的手段之一。例如，拉拢欧洲国家制裁俄罗斯，或者是拉拢中国周边的国家来遏制中国。说白了，盟友就是美国用来遏制自己竞争对手发展的又一消耗性武器，是用来牺牲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一句名言：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做美国的盟友却是致命的。这一点在俄乌冲突之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做美国盟友如何是致命的。当前俄乌冲突这场乱局其实最大受害者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而是欧洲。我们要知道，冲突一爆发，美欧就将俄罗斯踢出了 SWIFT 系统，想摧毁俄罗斯的经济。但现实证明这项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并未达到预期，因为俄罗斯有多种贸易方式，也有自己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 SPFS。而俄罗斯接下来的反报复行动，要求以卢布结算天然气等能源，这对欧洲来说可谓是当头一棒。因为欧洲离不开俄罗斯的天然气，以前使用欧元或者是美元进行交易，但现在俄罗斯只认卢布了。欧洲国家如今需要准备大量的卢布，才能买到足够的天然气，由此引发了卢布汇率上涨和欧元的贬值。欧洲这一下真的是有苦说不出了。其实欧洲可以不选择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毕竟美国不会丢下盟友不管。但是前面我们说了，做美国的盟友更是致命的。如何致命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要向美国寻求帮助，可能需要掏空家底儿，也看不见美国伸出援助之手。对于这一点呢，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就证明了。北溪管道被炸之后俄欧之间重要的输气管道被切断了，欧洲就只能从美国进口填补能源缺口。但致命的是，美国此时却落井下石了，将天然气价格抬高4倍出售给欧洲，赚取差价。这样一来，让本就在承受能源危机的欧洲更是雪上加霜了。而且美国落井下石的事情还没完，又接着推出了一项通胀削减法案，继续坑害欧洲。说白了，通胀削减法案就是要用欧洲的资本来补贴美国的亏损。欧洲是终于被气了个倒仰德国总理舒尔茨当即带领商务团队出访了中国，与中国企业洽谈合作，进行自救。法国总统马克龙呢，也是亲自宴请一众欧洲企业的高管，劝说这些企业不要离开欧洲去美国。美国当然知道自己把欧洲害得这么惨，不过美国非但不觉得愧疚，还继续呼吁几个欧洲好兄弟要向乌克兰援助武器。刚刚进入2023年就诱导美国和法国等向乌克兰支援主战坦克。美国若要彻底击垮俄罗斯，可离不开欧洲帮忙，需要欧洲小兄弟们继续做出牺牲不过美国这样几番操作下来直接让欧洲笼罩在重重危机之下了。德国的经济停滞不前了，国内 GDP 持续下降，通胀压力也不小。有德国媒体预测称再这样下去，德国迟早要出现技术性衰退。英法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国内都出现了最大的罢工潮，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经济通胀率和生活成本也在迅速攀升，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处于历史高位。有媒体预测，英法德将迎来一个艰难的春天。不过欧洲国家这些苦难美国并不关心。在美国心中，如何在这场与中俄的对抗中获胜才是重中之重，牺牲掉欧盟也在所不惜。我们这里要提醒美国一点，欧洲已经自顾不暇了。如今虽然在华盛顿的威逼利诱之下选择继续援助乌克兰，但距离泄气也仅仅是一步之遥了。
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网友关注并在留言区讨论，我们下期再见。